每天啊，你早上起来哦，那个面条蒸出来的时候啊，那个香味啊，很特别的，有一种香香的感觉。那个味道啊，跟人家不一样咯，它的口感会比较酥，有带一个香味咯。麻坡是马来西亚柔佛州一座古老的城市，华族占了麻坡人口的40%。这里因福建人和潮州人居多，造就了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我刚回来的时候，其实我身边人有问过我，哎，你回来麻坡啊？你是干嘛的？我就想说，我是在帮我爸爸妈妈。他说哪里？说麻坡发发饼家。他说哈，麻坡发发饼家是什么？就是做什么的？以我的个性，我就是在不同的地方的话，我都希望我可以发挥我个人价值。我存在那个地方，我一定要让那个地方不一样。那个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我的目标第一个就是要让更多的麻坡人认识我们，然后再从麻坡出发到柔佛，然后甚至整个马来西亚，然后再扬名海外。胸怀大志的郑家大女儿祖玲，因为这样的信念，4年前和丈夫从新加坡回到麻坡。我是在2018年末的时候就离赛从新加坡回来。我回来的时候的契机是很巧的，因为我回来的时候就刚好碰上我爸爸妈妈想要搬来这个厂这里，然后那个时候还在规划整片地，这片地是蛮荒一下的，所以我就需要去对接那些 contractor engineer 那些 uncle 这样子，然后负责把整个 project 建立上来。就是因为这个新厂，我们才开始有了我们的人生转变。小两口之前在新加坡工作了2、3年，祖玲从事会计。他的父母郑天发和林玉花在麻坡经营饼加工厂，年轻时也在新加坡留下打拼记录。我是想在新加坡落地生根的，是被抓回来，1980年大概啦。大哥介绍我去做船厂，做了一个时期，我二哥介绍我去做糕饼，我是用船厂的准证，然后被抓，然后就做到被赶回来哟，1年这样啊，我就回来马来西亚去找工作，做一点糕饼咯，然后做到一时期，我就在家里自己磨一点糕饼起来咯，这样而已咯。因为他在新加坡是做软糕出身的，所以他一回来就是以这个软糕为主先哦。然后就想做饼干，想到豆沙饼啊，一路来每个人都要喜欢做豆沙饼，我就试试看哦，做到很成功，然后做得不错嘛，做到哇很销，行业可以发展可以发展，尝试哦。夫妻俩无师自通，也白手兴家。我们最辛苦的就是一手包办，老板也是我们，工人也是我们。对，给人家欠账啊、拖账啊，做得很辛苦，给人家跑掉30多千啊是。给人家骗都有。豆沙饼是新加坡比较多人喜欢，
可是最近这几年了，就有很多本地的，因为我们头头是主要的出产是给新加坡的，新加坡人会比较喜欢吃饼。我们在马来西亚的饼类是他们比较选择性啊，所以是最近这几年了，我们慢慢做了有比较好的产品了，所以才会有越多越边本地的顾客。新加坡的口味一直调，我们就一直改给他咯，改到他喜欢为止。另外味道啊，跟人家不一样咯，它的口感会比较酥，有带一个香味咯，就人家觉得哇很好了，我不要再改了，就这样做下去咯。你包先啊，帮我看，不要一直转啊，这样按收嘴哈，收嘴OK， 好了，好了，然后打下去。郑天发的3个儿女当中，只有儿子愿意跟他学手艺。手工豆沙饼的手感跟机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坚持，我的孩子啊、女儿啊都坚持不可以用机器走，一定要有人手包，它吃了的口味很不一样的。以前刚开始学，一定是觉得手包啊是最难的，后来学，大致上是学会了啊，就可能新的都是自己在研究。26岁的郑富才这几年也在学习管理工厂的运作。每个材料都不一样嘛，你要知道这个是什么用途啊，像面粉啊，你就要知道它的原理。现在是觉得这方面比较需要去探讨跟研究。我希望我孩子会帮我做下去啦。我希望我可以放我就放咯，我是这样咯。有跟他讲过，有跟他讲啊，以后如果我们老了，他们不要继承，我们就全部卖掉啊，再留一间店屋，先做现卖，这样就好了。对，做到我们老了，退休不动了，就是这样咯。老实讲，我本身是没有太热爱这个豆沙饼的。可是我看到我爸爸妈妈这个对豆沙饼手工上的坚持，出外打工的时候，虽然那边的生活很好，可是怎样我都会很想念麻坡这个小地方，因为麻坡对我来讲是我见过最有人情味的地方。麻坡市位于马来西亚柔佛州西北部的麻河河口，绿水长流。长久以来，麻坡年轻人都有外流发展的趋向，不过近年来也出现游子逆流返乡的例子。之前也是有考虑说要回来马来西亚啦，不过没有想到这么早。我的生活圈子都是新加坡嘛，我的朋友啊，我的同事都是新加坡人，所以我回来之后有一段时间是比较不适应啦。麻坡是我们的家乡，我们的父母啊，他的母亲也是在这里，所以我讲回来有一个照应，反正是他爸爸的生意嘛，为什么不要回来做？我就尽量去叫他回来咯。坐落在麻坡丹戎亚格工业区的侨大食品工业公司创立有73年了。黄永生和陈丽莹夫妻俩2019年决定回乡接手传承以3代的家业。侨大工厂原本由丽莹的父亲和她的二姑陈爱珍打理。丽莹的父亲在5年前忽然过世，管理工厂的重担全落在陈爱珍身上。永生他们回来，我也知道我没有什么领导的能力啊，他们协助之下，我才可以走入半退休的时代。主要的话，我们是有出产的干面啊，面线、面条、丝瓜面，还有就是代工那个快手面。出口的话，是以面线和快手面为主。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去新加坡咯，还有一些是英国啊、欧洲地方也是有一些，也是代工的。
我们其实做的改革是蛮多的，好像是翻新旧厂，然后还有再进一些机器来自动化做这个面线包装的东西。面线的生产，当然如果是自动化的话，这个速度不一样嘛，生产量肯定是提高的。面线我们一天的量可以800公斤这样，面条工序会比较多，它需要拿去蒸，然后还要拿去晾干，然后我们还要比较适合的时候收，比较好功力。面线的话，我们现在都是走自动化的一个做法，就是烘干。干的话就可以直接就是收了，面线是没有蒸的。其实我们都是保留传统的一个过程，以前是靠晒太阳让它干，然后我们现在转换成一个用烘干的方式，所以速度的话和就是保持那个水分的话就可以控制的比较好，不然的话我们就要靠天气。看天吃饭，对于65岁的艾珍来说，是她从小的生活日常。她的父亲在1950年代创办侨大事业，打从12、13岁起，艾珍就在厂房晒面。我们是用露天的晒法，下雨就不可以晒面线，那些面干也很难做。下雨天那些工人哦，哇，全体出动哦。全部就快点收咯，收面啊，一盘一盘嘛收回来咯。艾珍没有跟随麻坡年轻人的脚步出国闯荡，她的青春岁月全消磨在这里，至今还是单身。位于麻坡沙里路的侨大旧厂，曾经是忙碌的面干制作厂房。现在已退为仓库。这里其实是陈蔡两家人的起家厝。艾珍的父亲陈杰朝和蔡端才的父亲蔡豪荣，1930年代从中国南来，尝试过各种买卖，在1951年联手创办了侨大。这里是我小时候的家，陈家和蔡家，小时候我们一起住在这里，住在楼上。早期这边是工厂，我们就是在这里做面线。我在侨大这里大概是50年左右吧，没有想说这么多，就是说一路来我出生，我小时候就在这边长大，我们住楼上。楼下就是机器，这边就是机器。我们一下楼梯来就看到人家的工友们在包面做面，每天听那个机器的声音啊，听到乒乒乓乓也是好像很自然了。我就是在从看他们做面啊、包面啊，那边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慢慢学起。侨大贸易在1960年代起飞，开始从麻坡走向世界。中国那边大饥荒啊，很缺乏那个干粮和粮食啊，很多人都来这边抢购粮食。我们刚好在做面啊，生意就渐渐的上轨道啊，面都知道不够卖了，这时候生意就旺旺的上升。老员工许金强见证了侨大3代人的成长。我22岁就做这个作家，做10年呢85岁，我无北国作家。朴实无华的滋味，就好像麻坡的小镇。
个姜煎到它比较熟透了，变色了。如果我们加太多的料哈，就会失去那个面线本身的味道，所以大致上我不会放太多的料在里面。古早煮的米线都是安尼款简单咯，称不上会煮啊，就是家常便饭。孩子吃了高兴，家人吃了 happy 就 OK 了。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吃方面都是妈妈在打理嘛。爸爸很爱吃面线，以前其实我不是很特别去珍惜。我本身父母方面呢，其实他们是完全让我们自由，我们想要去外地闯啊，我们想要旅行 explore life 啊，全部都是他们 support 的。因为有父亲一手扛起家业，陈怡敏和她的3个姐妹才没有后顾之忧，放飞自己。不过，父亲猝然过世的一通电话，改变了怡敏的选择。我本身在新加坡，其实一切都蛮上得轨道的。我先生他本身是新山的人，所以其实我们已经在新山有买屋子了，就是在新加坡做工。可是weekend 啊，我们也是会 travel 回 JB 这样子过着自己的生活，所以没有想到这么快回来马坡，所以有改变一些我们的节奏啦。其实事情发生的当下，一接到电话那个感觉我就觉得这种事情我不想要经历多一次。陈家第2代有6个兄弟姐妹，其中2个成员几年前相继过世，让一直守着家业的爱珍百上加斤。要是我弟弟有在，可能以免他们就没有这么快回来帮忙，就是他们发生事情了，所以他们才回来帮忙。所以以免和明理他们才回来帮忙，我才可以分享我的担子。他为了家住为了他妈妈为了生意，为了这个阿公他们创出来的事业他们在外地在外面也是有很好的工作啊，他们为了我很感恩。他们回来，我真的是很感动。他们想到要记得他阿公创出来的这些事业，也是很好的。想一下，你4个孩子全部都没有在你身边，真的是身边没有一个照应的情况下，真的是会很多不安的感觉啦。我觉得就会帮他那种安定他的内心的感觉吧。所以既然已经遇到这个时刻了。我们当下其实是蛮快就做的这个决定回来马坡，因为毕竟我们总共4个姐妹，她们3个不太可能会有这个机会这样子回来啦，因为有的在求学，然后她们涉及的领域也是没有这么有关联到或者兴趣方面啦，所以觉得我们比较适合的人选。我的岳父离开的那个时候，会有一些长辈，他们会担心事业的一些传承。我们很快的私底下做了决定，是一份家族的责任，因为这是以前他公公他们上一辈，他们辛辛苦苦从他把事业开始做接下来，到爸爸。今天的乔大已由陈蔡2家的第3代接手，过去看管业务的长辈从旁协助。那个成本会比较高，那个就比较 premium 一点了嘛。这样的话不要配，配的话有可能会 overlay 的。可以就是这样的合作我觉得是很好了，因为我们都很同心一致啦，就要把这个公司搞起来了，做大一点来发展这个生意啦。就是说，我们不要计较，希望他们接下来也是像这样，把阿公这样的遗言说以和为贵，互相尊重这样。蔡家负责的贸易业务
也交到了年轻一代的蔡宗阳手中。我也是在外面吉隆坡待过一段时间，就学烹饪那些。过后我老爸就叫我回来帮他发展，接手下去。我那时也好啦，反正没有人接手，我就接手下去了。那时候也是没有兴趣，就做着做着就到现在。外面的世界很大，但这里却是家业和乡情相依的原点。一家人经营一个事业不容易，两家人合作需要更多的包容，3代人的传承更需无限的坚持和毅力。我们小时候啦，其实我不是很特别去珍惜，还是觉得特别好吃什么之类的。你在外地的时候，你就会特别想念这边家乡的味道。虽然是说我们离开新加坡嘛，也不是说离开新加坡之后那个关系就直接断了，我们还是有联系这样的咯。麻坡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淳朴的小地方，也是有带了很多童年的回忆这样咯。然后面线很难讲哎，要讲什么？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吃面。